小米 ZV 是迎来了升级，我们又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 ZV-4 Pro。包装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徕卡标，里边是一层手机壳，一层手机，最下面是充电头和数据线，还附送了一个额外的贴纸有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正面设计采用了小米14 Pro 系列的全等身微曲，屏幕中四角的曲线和外轮廓统一，过渡曲线自然更有精致感。边框顶部约 2.21 毫米，左右约 2.12 毫米，底部约 2.61 毫米。听筒是开在了玻璃上，隐藏性较好。曲面屏是改成了直面，大曲率的玻璃边缘会呈现鹅卵石一般的质感，满而不溢。贴膜也有疏油层，屏幕和机身通过点胶衔接，并没有塑料支架。点胶会有轻微的色差，而屏幕过渡到边缘也会有一点点的段落感，是来自于边框的凸起。前置镜头是两个3200万像素三星 GDR， 支持自动对焦，分别是78度视角的美人镜和100度的超广角，背景虚化的效果会更加自然。升级到了 AI 自动美颜，可以去颈纹、肤色统一、白牙亮眼等等。没有前置的补光灯，但是有屏幕的补光。镜头挖孔长约 14.66 毫米，宽约 4.66 毫米，触控可以不断连，点按也完全不受影响。而屏幕指纹是超短焦的方案，熄屏可以盲按解锁，位置会偏下了一点。轻薄机芯的话，重心是在中间，倒是影响不太大，但是往下够的话，肯定还是不舒服的。机身为金属材质，极细的颗粒带来了半光半磨砂的效果。按键也是金属，旁边还做了极细的高光切边，手感硬脆渐成短，感觉不到丝毫的晃动感，下压会直接按动弹片。而顶部有红外线的遥控器、扬声器的开孔，堵住之后会影响发声。底部是卡槽、麦克风、扬声器的开孔， USB 居中还是 2.0。 后盖黑色版本是一体的 AG 磨砂玻璃，颗粒非常的细腻，触感也非常的丝滑，不显指纹汉字，也不沾水。而其他的是拼色设计，本荷蓝是一体玻璃横向拼色，比前代更具秩序感，也是同色不同的纹路。而绿色的话是贴片拼色，主体是改成了科技纳米皮，纹路是自然色彩流动再加固化，再进行手工编织，所以每一块都独一无二，也富有大自然的气息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？弹幕来投个票吧。觉得都不好看的话，可以扣个0。镜头处采用了金属装饰环，黑色低调，而其他是闪亮的。内部都做了点点的星纱，伴随的光影会呈现流动的效果。3镜头方案是徕卡超广角和2倍人像，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。整机的厚度是 7.77 毫米，镜头凸起处是 11.28 毫米，重量是 180.41克。手感主要是握在边框上的感觉，平的边框会更加的有棱角感，并不如弧形那么轻手。当然本身比较的轻薄，也不至于太硌手。平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会有翘起的坡度，而按左上角的话会出现明显的跷跷板。附送的保护壳是半包的硬质磨砂壳，质感和手感都比裸机要更加的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细节，屏幕分辨率是2750×1236，华星光电类钻石排列，手动最大亮度是500尼特，全局激发亮度是1000多尼特，而 C8 的发光材料也是小米14的同款。120赫兹刷新率是3档的自适应，低亮度的时候就不会再切换了。触控瞬时是480赫兹和2160赫兹，调光高亮度是恒定的120赫兹类 DC， 其实是大小波的形式，而低于 15% 亮度逐渐会变成 PWM 2160赫兹。亮度再降低之后呢，波动性还会更大一些，但是 IE 里面会从刚刚无风险落到真正的无风险区，而 SVM 全程是不可见，而且变化的话也不大。色彩12比特，默认原色模式，色域是100%的 sRGB， 平均色彩偏离是 1.8， 最大是 3.2。这个白点是低7.2，如果想要传统低65的话，可以选择自然模式。色域是97.4%的 sRGB， 平均色彩偏离 2.5， 最大是 5.2。生动模式色域是95.3%的 P3， 平均色彩偏离 2.2， 最大是 3.3， 也是低7.2。想要低65的话，可以用我的这个校色方案，选择专业的 P3 模式，平均色彩偏离 1.8， 最大是 2.8， 比专业的元素模式还要更准。配置是首发了第3代的骁龙 8S， 和骁龙8 Gen 3是同源台积电4纳米的工艺。CPU 和8 Gen 3的平台是一样的，但是频率下降，同时少了一颗 A720， 多了一颗 A520， 缓存也是降低了。GPU 的话还是735和8 Gen 2一样，但是频率是提升到了1100兆赫兹，安图长分可以跑到140万分，最高也是支持 LPDDR5X 8424G 和 UFS 4.0， 实测速度如图。基带是 X70， 也是8 Gen 2的同款，搭载了小米澎湃的 T 信号增强芯片，支持的频段如图。WiFi 支持7800，可以支持完整的 WiFi 7了，但是这一台实际上还是 WiFi 6，搭配 BE3600也是可以跑满2882 Mbps。GPS 是单频，支持北斗的双频。散热采用的是环形冷泵，25度室温王者荣耀1个小时的性能狗测试。
第一局到最后一局的帧数其实相差并不大，平均是120帧，但是帧数还是有所波动的。最大的一次波动是大桥开大下来，一群人同时放技能的时候，不过也是降到了100帧左右，流畅度还是没有问题。平均功耗是4883毫瓦，温度机身正面最高是43.7度，而背面最高是43.1度，热也不至于很烫手。妄想山海我们跑满 GPU，10分钟平均帧数是42.6帧，从120帧是一路降到30，卡顿也并不多，整体的表现还算可以。平均功耗是7383毫瓦，其实也不算特别的高，因为8帧3的话很容易就上1万了。机身正面最高是47.9度，背面最高是48.9度，要注意低温烫伤了。电池是4700毫安时，67瓦的充电，实测最大是可以达到58瓦，稳定性还不错。兼容性的方面，兼容 PPS 16瓦和 PD 的21瓦。亮屏充电的话就不太行了，58瓦的充电可以坚持到电池30度，然后立马会降到30瓦，而电池到了35度会立马降低到10瓦。而我们在亮屏使用的时候，其实是在37度往上的。支持全功能的 NFC， 车钥匙的话会有点少，也是支持电子身份证。双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音和沉浸声。蓝牙支持 LDAC 无损和 LVDC 无损。震动马达比较像 Z 轴，震感也是比较的轻。ISP 是8帧3同架构，但是没有写型号。拍照硬件主摄是光影猎人800，也就是红米 K70 孔款，支持光学防抖，全像素全向对焦，也支持自动对焦。光圈是 f1.63 1.55分之1英寸的传感器，5000万像素，4合1是2微米，支持双原生 ISO 单帧融合，明暗曝光最多可以差16倍，也是原生14比特 13.2 EV 的动态范围。这次是增加了徕卡调色，还继承了14 Ultra 的全部 AI 功能。全像素模式并不支持徕卡，但是它的色准、解析力、动态范围都要比徕卡模式更好，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尝试5000万像素的模式。人像镜头同样是5000万像素2倍的光学变焦，最近聚焦距离约为42厘米，可以拍手办，支持大视人像和徕卡人像，抠图虚化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。最后就是1200万像素超广角 0.6 倍120度视野，泛焦镜头不能够自动对焦，也没有微距模式，最大变焦是20倍，并没有超级月亮的模式。在光线充足的白天，风景照的色彩还是比较讨喜的，我们也是选择了徕卡生动的模式，就是会有一些紫边的现象，尾色的把控距离旗舰机型还是有一定的距离，也是适合发朋友圈的情况。而夜晚3镜头都支持夜景模式和徕卡模式，只是不能够变焦，最大也就是2倍了。打开 AI 会自动的进行切换夜景，曝光时间增加的也不多，大概是1秒左右。大光美的场景，高光压制的是非常出色，整体的曝光过渡也比较合理，没有出现惨白或者是暗部曝光不足的情况。城市夜景之中，发光字和路灯都能够压制的很好，而开了夜景模式之后，动态范围会变得更加的好，高光压制的更小，而弱光变得更亮，画面的纯净度也有所提升，但是又不会过亮而破坏美感。极限弱光之下不开夜景会明显发糊，而开了之后夜景的水波也依旧锐利，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整体的思路就是保质感降亮度。AI 的功能主要是2个，消除和美颜。消除可以很好的去路人、去异物，有残留的影子的话再单独去影就可以了，可以让你的旅游拍照提升一大个档次，只留风光不留人，而且补头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区别的。不过如果是人挡住了人文景观的话，比如说牌匾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补出来肯定是错的。而美颜的功能就非常的细了，完全就是捏脸加上塑形，各种的细节都可以随便调，甚至是连宠物都有单独的美颜模式。到这里全部的环节就已经测试完毕了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这代的 CV4 Pro 是保持了细毛机身，改变了曲面的形态，替换上了金属的边框，强度质感更好，而手感的话略有下降，性能和拍照都进行了大提升。AI 加持多了很多新的玩法，也有部分是延续了前代没有升级，算是一个长短都突出的潮流终端。大家感觉怎么样？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我是王雀，我们下期节目